那么这节课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上翘甲的延长矫正的详细教程。首先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这根手指头的状态，它是一个典型的上翘甲，如果留得越长，它翘的就越厉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甲根，就是我们延长所说的起始点的部位。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本甲，它的指尖部位是高于我们的甲根的，看得到吗？我们要做矫正，就是要做到我们的起始点和收尾点在同一直线上。那么上翘甲呢，就是我们贴甲片的时候要往下这样去贴，才能得到一个好的改善，看明白没有？同时我们在做延长的时候还要注意到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指骨中心线。可以看到什么呢？单看这个甲面的部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什么？甲床是往左边偏的。我给大家画出来啊，我的甲床中心线它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朝向，看得到没？只看指尖的话，这个样子是不是均分了我的指甲？但是我们去看整根指骨中心线，可以看到这两根线的朝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做矫正延长的时候，不单单是做什么呢？我们的上翘下钩，同时矫正上翘下钩还要对齐我们的指骨中心线去贴甲片，这样我们做出来的延长才是最美观的啊！注意这两个细节。那么我们上翘甲矫正应该如何挑选甲片？我们来看一下。正常情况下看哦，我的大拇指差不多也就5号左右，因为我大拇指相对来说做美甲做的比较久，它的甲床是比较小的。我们来看，我选了5号，我把它贴紧来，平平的去贴，没有做矫正的情况下，压紧甲面的情况下，5号是刚刚好，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大。如果我是选用什么呢？平贴的时候，刚刚好的甲片，我去往下压的时候，有看到这个 AB 点出现一个什么呢？空隙吗？看明白没有？这个 AB 点就会出现一个空隙的现象，那么这个空隙的现象后期一定会什么侧裂？所以是说，如果我们是做上翘甲的矫正的话，我们选择的甲片的型号就不能是按照我们平贴的刚刚好，这个是5号，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大1到2个号，往回数5、4、3，看啊，3号我选了一个大2个号的。这个是一个3号的甲片，这个样子我往下盖下去的时候，看我往下矫正，看得到吗？整个朝向往下矫正，这个样子往下贴的时候，才能确保包裹住我的 AB 点。所以我们做上翘甲矫正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1到2个号。那么具体大多少，我们要观察什么呢？观察我们下压的角度，我压的越下面，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号就要大2个号。的同时，我们来看啊，起始点和收尾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1号或2号，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比如说我这次延长延的特别短，它是在这里。那么相对来说，从侧面观察，我的指尖和我的后缘是不是要在同一直线上？现在达到了吗？没有。那我就是要调得更下面。这个样子，我的后缘和我的指尖才达到同一水平线的条件，是不是我要压得很下面？看蓝色的点和我的甲根部位啊，我们看蓝色的点和我们的甲根部位啊，往下调整成这个样子，我的甲根和我指尖的起始点、收尾点才在同一条直线上，理不理解？那我延的越短，我下调的角度就要越往下。那当我延的越长，比如说我这次是要延到这里，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是不是相对来说不用调节到那么往下压？我的后缘的甲根的起始点和我接下来要做延长的收尾点，是不是就已经在同一条直线上了？所以说是什么呢？我调整的角度，首先第一个跟顾客本甲的条件，它翘得越厉害，我是不是要压得越下来，这样才得到一个矫正？其次还要看我的收尾点，我要延长的一个长度去挑选我们的甲片，要根据这2个关键点啊。一是顾客上翘的角度，对不对？它翘得越厉害，我们就要压得越下来。2是什么呢？2是我们延长的收尾点。如果说我延长的长度越短，我相对来说矫正的角度就要越往下压。我延长的长度越长，来看啊，靠近指尖的这个点被我黑色手套盖住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得到，我延长的长度越长，相对来说我就不需要压到那么下面了，理不理解？这个调节角度是看起始点和收尾点的关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那么我调整的角度越大的情况下，看我越往下压，是不是我甲片选的型号就要越大？看明白没有？
所以是说要看这2个关键点，然后去挑选我们的甲片的。挑选甲片的前提是一定是调整角度的同时，角度调整 OK 了，同时我要包裹住什么呢？我的左右 AB 点，这个2个关键点一定要听会啊。好的，学会挑选甲片了之后呢，我们来操作贴甲片的步骤。首先第一步，前面的课程我有讲过调整下钩甲，看得到吗？调整下钩甲一样的步骤是什么呢？我们要修短本甲。只要是你去做问题甲的矫正啊，本甲一定要修凸，就是修到什么呢？修到靠近我们这个指尖的这个肉的地方，修得越短越好，那样做出来矫正的效果才越好。不然本甲特别长，你的空隙矫正的时候空隙就会特别大，我们的胶就不会容易贴服帖，理不理解？其次，它本甲越长，问题甲的上翘或者是下钩的角度是不是就越大了？那样就会影响你后期矫正出来的甲型的一个美观度啊。所以呢，本甲是按照什么呢？我自己的黄线的形状去把本甲尽量的修凸，不要留自由圆啊。但是修的是呢，相对来说的圆形，不要把这个侧线完全修没了，整个修掉了是不好的。我们是相对什么呢？相对圆润的圆形啊。然后本甲要修凸，看得到吗？像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清洁干净给大家看一下。好的，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一个修凸了的本甲状态。只要是问题甲矫正，正常的贴片延长的话，你稍微留一点点本甲是没关系的。但是问题甲矫正的话，就是一定要修凸本甲，本甲不要留长。接着呢，我们使用这个日式的小平头，转速开到15左右，然后用的是 F 档，剥离一下我们甲面上如果有粘连的地方，一定要先剥离再贴甲片。让我们的甲廓皮肤与本甲甲面彻底的分离开来啊！像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剥离好死皮之后，我们再刻模甲面。这个刻模不需要整甲刻模，我们在要贴我们甲片的地方，用海绵抛单向单刺。像这个有一点点分层的地方，一定要给它磨掉。掰开侧甲廓，看哦，指尖的这个地方一定要用海绵抛粗的这一面。接下来要用甲片贴到的部位，我们都先给它进行一个刻模的动作。像这个样子，有划痕就可以了，看得见吗？有划痕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清洁干净甲面的粉层，然后日式浅贴的话，因为我们贴的面积范围比较小，只要用这个贴甲片的胶水就可以了。涂抹适量的贴甲片胶水，你不知道量应该涂到哪里，你就先比划一下。哎，我的指骨中心线要对齐，看得到吗？我的甲片不能是顺着我甲床的角度往左边歪，而是要顺着什么呢？我的指骨中心线的朝向往右边微调一点点，然后我的贴附范围大概就是2毫米左右的同时，像这个我们要往下调的时候，两边一定会翘起来，所以在贴上翘甲的时候，我们要往下压的调整的时候，我们先固定住中间，一会儿再去补胶水的操作。我来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在甲片的正中间，我们涂抹适量的胶水，看得到吗？就在甲片的正中间涂抹适量的胶水。接着，我们看准指骨中心线和我们要矫正的角度，我延长一点点，所以我的角度就不用下压到那么狠。接着，我们角度要往右边偏一点点，我不能往左边偏，往左边偏，我的甲型生出来就是偏歪的，就不对了。好，像这个样子，固定5秒左右。接着固定好了，看得到吗？指甲的朝向是不是矫正过来了？它就变直了。接着我们去补胶水，像左右两边这个空洞的地方，我们就把胶水涂进去。涂好了之后，我们再用这个塑形夹轻轻的把胶水捏住，看得到吗？再捏住左右两边，这样我们补胶水就补好了。然后如果像这个样子有一点点溢胶，我们可以直接拿棉片把多余的胶水给擦掉。接着等待它自然风干就好了。
然后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有完全包裹住左右 AB 点，并且把我们的这个角度降下来了。胶水完全固化之后，我们使用这个阶梯打磨头，转速也是15左右。首先第一步只要是我们修秃了的指甲，基本上这边都会有一点点和肉的粘连，没关系，胶水碰到指尖的肉的时候，我们就只要轻轻的用指腹把它掰开来，顾客就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如果左右两边都有粘连的话，轻轻的掰开来就好了。然后打磨台阶，我们来看一下，压住这个台阶处啊，把我们刚刚翘起来的地方给它磨掉就可以了，注意不要磨到本甲。像这个样子，左右两侧都要打磨到一个无痕衔接的状态，中间不需要太管它，看到吗？中间本身这个台阶也不大，对不对？接着我们按照我们的收尾点去修剪甲型。首先第一个用小剪刀修剪一下长度，就更方便我们修甲型。然后其次，接着我要修一个椭圆形，那么我就可以把旁边多余的这个角角和多余的部位，按照我大概要修的形状进行修剪。那当然你不要一下子剪太狠，对不对？你要留有余地，方便你进行打磨，不会缺。好，大型修剪出来了之后，我们就用砂条进行侧线的打磨。修椭圆形第一步，我们先侧边拉一条直线，和我们本甲侧线衔接的一条直线啊。接着我们轻轻的去荡指尖。我有专门讲过我们的变形点大概要设计在哪里，对不对？我们上节课前面的课有讲过啊，变形点到底设计在哪里，取决于你想要修一个胖的椭圆还是一个什么瘦的椭圆。好，修好了一边了之后，我们再来修另一边，同样是卡住我们的侧线，先把什么侧直线给它抬起来，拉直。拉直侧直线的时候，就是平行于我们的侧线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你左右两边卡的比较紧，就可以用一个薄一点的钢板锉。但是拉侧直线的时候，一定要用硬的砂条，对不对？不能用软的砂条，因为我想让我的大拇指稍微瘦一点点，我指尖就可以稍微调瘦一点点的一个形态。然后正好我们操作顾客的时候，一定要倒过来检查什么？检查我们的左右对称，对不对？看的不是甲面，你看我这个甲面是不是往左边歪的很严重？我贴甲片就要往右边调整的同时，我们的甲片的指尖看啊，不要看甲床，不要看黄线，对不对？要看的是我整根指骨中心线的延长线这个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左右对称。这样你涂上目标色的时候，它跟你的甲床，这样你涂上颜色了之后，它跟你的甲床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看明白没有？做延长的时候，一定是指尖要看整根指骨中心线的关系，而不是看黄线，而不是看这一条歪掉了的黄线，这个很重要啊。好，从侧面来观察一下，在操作顾客的时候，你甚至是什么呢？可以把你的收尾点比你的起始点要稍微再降下来那么一点点的情况下，这样顾客因为它本身的生长方向是朝上的，长了1个月之后，它可能又会微微的翘起来一点点。那么我在操作顾客的时候呢，就会这样刻意的调整多一点的角度，这样1个月之后或者是1个半月之后，它还是一个漂亮的角度，更加舒适的角度。如果是下钩甲往下钩，1个月之后，你一开始的调整好的角度是同样的情况下，它1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又勾下来了，而且勾下来的角度还很多。所以是说我们在操作问题甲矫正的时候，可以把角度多矫正一点点啊，多矫正一点点，这样子随着它的生长1个月之后呢，它哪怕抬起来一点点，它的这个矫正的角度，指尖的角度还是可以和什么呢？我们后缘的这一根起始点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那这个细节要不要做，取决于你的收费标准啊。但是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多微调一点点角度啊，这是一个小心机。甲型修好之后，我们使用到的是这颗纱圈刻磨头，转速开到4。反复强调，就是刻磨我们是要创造划痕，而不是磨薄顾客的甲面。如果你使用机器刻磨的情况下，转速一定要低，一定是4左右，不要开得太高。我们进行整甲面的刻磨。
好，来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部位都要产生划痕啊，但是磨过的地方就不要反复打磨了，我们只要所有的部位有一条划痕，清晰的划痕就可以了。因为我这个上面没有多少死皮啊，我就把我刚刚打起来的那一点点死皮剪一剪就可以了。好，像这个样子，我们剪干净了我们甲廓上多余的死皮之后，我们来抛光刀口。抛光刀口大概是一样15左右的转速，用的是黄标，因为我的皮肤比较薄，粗一点的皮我们就可以用到什么红标之类的啊，进行一个抛光。刀口就是我刚刚剪过的地方。然后如果你黄标磨不动，就说明你的皮肤太嫩了，那么你就要使用到什么搭配前置处理液啊。好，像这个样子，我刀口的抛光就完成了。接着我们用这个小软刷蘸取95的酒精，清洁干净整甲面上的粉层，缝隙里面也是扫干净啊，甲沟的缝隙里面。清洁干净粉层，然后用海绵泡轻轻的把我们甲片的这个底部有多余的小毛屑，我们用海绵泡细的那一面轻轻的给它都刮掉。甲片的屑屑不处理干净，它就会妨碍我们涂胶的时候的包边步骤啊。用海绵泡细的这一面把屑屑打干净。清洁干净甲面之后，我们来涂抹干燥剂。干燥剂可以稍微碰到一点点皮肤甲沟的地方啊。干燥剂是去油去水的，夏天顾客会涂防晒霜，冬天顾客会涂护手霜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使用到干燥剂搭配结合剂，来增加我们美甲的持久度啊。结合剂的话，我们是一定不能留甲沟的啊，离皮肤要有一个1毫米的空隙，不要涂到皮肤上。像这个样子，我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干燥剂和结合剂的作用。干燥剂是去除甲面上多余的油分和水分的，结合剂是什么呢？结合剂是增加底胶的持久度、抓附力的。两个虽然它们都是水剂，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干燥剂你任何品牌都可以混搭啊，任何品牌都可以用，只要是它能快速干燥的。但是结合剂的话，建议你使用到的底胶要和你的结合剂是同一品牌的，才能增加持久度。有可能它们的成分不统一的情况下，你使用结合剂反而容易整层剥落啊。待结合剂挥发完毕了之后，我们来涂抹底胶。首先第一个，先大面积的平涂，不靠近皮肤的地方，我们就快速的涂抹，稍微用力一点，把我们的胶按压到我们所有的划痕里面的感觉。接着取少量的胶去往后缘推，无限接近皮肤，但不要碰到皮肤。涂侧甲廓的时候，一定要掰开甲廓，我们整个侧线都要包裹到位啊。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整个侧线包裹到位，然后左右画括号的包边包一下，像这个样子，我们的底胶就涂抹完成了。我们去照灯60秒，底胶照干之后，我们运用建构的手法去涂抹延长胶。一样大面积的平涂，找范围。涂抹延长胶的时候啊，我们后缘可以稍微留一点点缝隙，大概0.5毫米左右的空隙是可以的啊。但是侧线不能有缝隙啊。涂抹好打底的这一层之后，一样取一个胶珠，因为我沿的比较长，所以我的胶珠就取的多。一样用涂建构的技法去涂我们的延长胶，然后塑形的情况下，我们的延长胶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整体厚度至少要在一个1.5毫米左右啊。涂抹好胶珠之后，我们用笔尖尖调整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凹陷处。没有凹陷处了之后，我们才能什么呢？我们才能倒过来，
一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胶珠的高点，用小笔啊，让它整体的高点是在整甲面的1/3处。本甲的高点和我们延长的高点是不一样的啊。高点好的，我们延长甲的整体高点是整甲面的后缘1/3处。那如果你是本甲的话，上一期有强调过本甲，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只讲我们延长甲，然后，但是观察的角度是一样的，侧边后缘的1/3处，然后指尖它要是在什么呢？左右对称的地方，停留过久了，我们就需要让它回正回一下，不然这个胶珠就会太靠近，不然这个胶珠就会太立体了，不行的。正过来微调一下，因为我讲的太久了，然后我的延长胶是比较稀的，它就会过于集中，是不行的啊。然后倒置调整高点，从这边观察我的高点大概是在整甲面后缘的1/3处，然后从指尖观察它要什么呢？左右对称。调整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正过来了。正过来，然后看一下左边右边有没有过于的凹陷。有凹陷的地方，我们就要用小笔把它带过去，差不多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两边要稍微厚一点，两边不要太薄，两边太薄就没有办法塑形啊，但是也不能过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多次调整的。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照灯了，照灯15秒左右啊。好的，我刚刚伸到大灯里面去照了15秒，可以看到，我们来拉近一点看。两边是特别宽胖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做什么呢？做塑形的动作。为什么只照15秒？照灯15秒的目的就是为了塑形。我们的延长胶稍微固化了，但是来仔细来看，我们去夹它的时候，看得到吗？是夹得动的。如果你照灯时间过长，你在塑形的时候夹不动，就说明你照灯时间错误了。然后每一个延长胶的塑形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是跟你什么呢？跟你手头上的这台灯和你的延长胶的固化时间有直接关系的，并不是统一的啊，塑形的时间不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手头上的灯和延长胶进行测试，大概基本上都是10到15秒之间。那么你如果是光疗灯的功率特别高的情况下，你可能照灯时间就要更短一点，理不理解这个细节了？啊，塑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接着我们用塑形夹去把它整个夹瘦来，你看已经瘦了一圈了。然后我这根手指头可以让它再瘦一点点啊。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甲床出现了泛白的现象。那么你在夹动它的时候，我们来看啊，一定是什么呢？夹的是胶，看得到吗？受力点是胶，受力点不要夹到顾客的这里，看受力点不能有任何一丝丝夹到顾客的肉，夹的是我们这个胶的部位，看明白没有？的同时，我们要往这个中间用力的情况下啊，我们要往这里用力的情况下，一定要询问顾客他疼不疼，不能一蹴而就。什么叫不能一蹴而就？塑形讲白了就是用塑形夹搭配延长胶，有硬度的延长胶，把我们的这个甲床给它夹瘦来的这个动作叫做塑形，对不对？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顾客能一次性你就给他往死了夹，夹的死疼的，那样会造成后期这里甲床受损，太疼了，甲床就会受损，后期就会空甲，这个部位后期就会空甲，所以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按照顾客舒适度的前提下进行塑形。像那种本身就是天生是扇形甲，这个指尖特别宽胖的顾客，我们一次不可能给他夹得很瘦的，会经过大概3到4次的塑形的调整，使得他后期甲床变瘦啊。所以不是一次性夹好的。接着我们在什么呢？用塑形夹夹住的情况下，用手持灯进行什么呢？30秒的固化。手持灯照灯30秒之后，我们再把它放到大灯里面去照灯60秒。我们的大灯照完了之后，我擦去浮胶，接着打磨一下甲面。因为我们做塑形的话，两边就是为了刻意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一定要是刻意的留厚一点点，看两边一定要刻意的留厚一点，就是稍微胖出来一点，这样我们再去捏的时候它才有什么？有厚度，有厚度才出现硬度，有硬度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塑形后期才不会容易什么回弹。
很大一部分同学就是老师我塑形总是回弹，是为什么？告诉你，两边左右两侧的这个胶的厚度不够啊，所以我刚刚刻意的是不是两边留的比较胖，这样我再去捏，就像我们的塑身衣一样，我们的塑身衣一定要是什么呢？鱼骨够硬，对不对？我们才勒得住我们腰上的那块肉。那如果我的塑身衣是软趴趴的、薄薄的，那我后期塑形的力道是不是一下子就被我这个甲床的肉给撑开了？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如果你要做塑形，你两侧的这个胶的延长胶的厚度一定要稍微厚一点点，你做塑形才是有意义的。不然你就光夹的那一下，哎，好像瘦了，但照完灯之后来看，它一会儿又胖回去了，那个就是错误的塑形。理解这个意义了吗？好的，接着我们来打磨一下甲面。打磨甲面之前一定要擦去浮胶啊。好的，塑形过后，我们的甲面修形啊，整体厚度我们要做到左右均匀的情况下，打磨甲面厚度，我们用到的是这个一层残的打磨头，转速大概开到10左右。首先我们去看哪里厚，我们就磨哪里。打磨的时候不要磨到皮肤，我们只要磨我们整甲面胶的厚度就可以了。好的，打磨机修形一样也是要观察2个角度，侧视的角度我们是指尖往下落，然后后缘甲根的地方也是往下落的，然后一样观察指尖的这个角度，两边的这个厚度是不是左右对称的、均匀的，有一边厚我们就要把它磨到相对左右对称，像这个样子一样，其实就是按照我们做完建构的一个形态去进行整甲面的打磨。打磨机修好大型了之后，我们用细的砂条再进行浸泡一下下，因为我们砂条的面积是很大的，它可以均匀的泡磨整甲面啊。来看这里，我们是这个样子下落式的一个抛弧线的动作，看得见吗？有画半圆的一个感觉，有画半圆的一个感觉，这个样子去打磨侧线的。操作顾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要直直的打磨。磨面上的弧度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下落式的落日抛，抛的是什么呢？抛的是一个弧面啊。好像这个样子，从侧面观察，我们后缘指尖都是薄的，然后从正面观察，两侧的厚度都是一样的，往中间收拢。我们要按照建构的甲型进行打磨，用砂条进一步的抛光打磨修形。做好了之后，我们清洁干净甲面。你不做塑形，基本上就不需要打磨，只做建构的情况下，我们一次性把建构做好来。但是如果你要做塑形，老师再给大家强调一遍，你要做塑形，两边的胶就一定要够厚，你这样夹了之后，我们再去照灯60秒，它才有定型的作用，不然一定就会回弹。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你塑形回弹的2个要点：一，你的延长胶硬度不够啊，硬度不够，固化之后它的本身的这个硬度是不够的，它就容易回弹。2，两侧的这个胶体来看啊，延长胶的厚度不够。我们做塑形是先把它夹瘦来，然后打磨修形，磨掉多余的厚度，对不对？而不是说你塑形没做好，它又回弹了，然后你一味的把这个胶磨薄来，磨薄胶是不对的。你做完塑形之后，你这里一定要有厚度，两侧一定要有厚度，它才能箍住我们甲床的肉，使其不会回弹。这个真的是重中之重啊，大家一定要听懂。没听懂的可以反复观看一下刚刚的那个厚度，一定要有厚度。好，我们来清洁干净甲面，擦干净甲沟。来看一下，它就做好了一整个延长塑形的效果。然后只要是我们的甲片，来看一下我们的甲片，贴甲片，不管你用任何东西贴甲片，只要是这个塑料的甲片，我们用酒精擦一下，它就一定会泛白。用酒精擦完了，它就变成雾面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涂透色，希望底下是通透透明的，看得见吗？我们就要在这里涂抹底胶。这一步涂抹底胶只是为了让我们做透明的款式，它能更加的漂亮，指尖更加的通透啊。
薄涂一层底胶就可以了，就这样薄薄的一层。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打磨完之后的这个甲面需不需要涂底胶？建议大家涂底胶，因为我们打磨之后这里会有一些细小的纱条的划痕，它会妨碍我们涂胶，我们的色胶目标色就会容易涂得凹凸不平，所以也是建议大家打磨完之后，我们整甲面薄涂一层底胶。甲面上的底胶的意义在于，为了方便我们涂目标色不会凹凸不平，不会因为底下一点点的划痕，使得我们要做极致单色的时候，或者是做渐变的时候做不好。这是面上的这一层底胶的作用啊。然后我刚刚涂这个底部的底胶，这里还有一点没涂到，补一下。好的，不要碰到皮肤啊。然后我们底部的这一层底胶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指尖更加的通透透明。如果你是做那种实色，你底部涂不涂无所谓，说实话。但是如果你是做透色的话，你底部的底胶一定要涂，它才会变得这么通透漂亮，理不理解？它才会变得通透。好的，我们底胶去照灯60秒。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进入款式的制作啊，先平涂一层目标打底色。老师今天教大家去做腮红甲，也是一个网红款，但是腮红呢又比较难做。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去操作腮红甲啊。我们平涂一层打底色，打底色呢推荐大家做腮红甲的时候挑一个偏透色系一点的颜色，这样做出来的腮红质感会更好看。然后这个色胶的饱和度，如果你色胶的饱和度比较高，我们就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了啊。靠近甲沟的地方，靠近皮肤的地方，我们要拎起皮肤来涂抹。完全包裹住侧线啊。指尖轻轻的包边包一下，整体带均匀，像这个样子。照灯10秒，接着我们再来薄薄的叠加第2层，不需要太厚啊。像这个样子，第2层我们去照灯30秒，接着我们取这个海绵，按照我们接下来要做腮红的大致的大小去修一块下来。这样直接剪一块，然后把旁边的这个角角修掉，剪成一个剪成这个样子偏小一点的形状，大概就是你要做腮红的1/2的一个大小，一个小小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辅助工具，看我们的塑形夹捏住它。接着呢，在我们要操作腮红的地方去彩绘胶啊，先点一个小圆点。在我们要做腮红的正中间，然后用我们的海绵轻拍它，看像这个样子，调整它的范围，第1层把它拍淡一点，面积呢稍微的大一点点。像这种长一点的指甲，我们的腮红大概就是拍成一个椭圆形的形状。然后尽量把它颜色拍淡一点点，2侧不要漏掉啊。我们的腮红要有一个整体性，范围大概是占我们整甲面的差不多2/3的一个范围，这样做出来的腮红就很好看。好，调整到你想要的一个饱和度了之后，我们去照灯30秒，颜色不要太深。面积范围大概占我们整甲面的2/3啊，然后照灯30秒。第1层照干之后，我们用同样的技法去拍打第2层。第2层注意我们的面积范围就要比刚刚还要再小很多，然后胶量一定要很少。彩绘胶它本身的饱和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只要一点点胶体就好了。如果你取胶取太多了，擦掉然后给它刮掉，对不对？或者是你用棉片给它擦掉，都是可以的，取胶量不要太多啊。然后用刚刚的海绵同样的方法去拍打它，但是这个时候呢，拍打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我们中心要更深一点，叠加的第2层的这个范围不要太大，要小一点点，要比刚刚的小一整圈，这个样子我们的腮红才是由浅到深的一个状态啊。
好，眼睛看一下，饱和度差不多够了。然后这里缺了一丢丢，如果缺了一丢丢，我们选择补，而不是现在去调整，好不好？照灯30秒。照完了之后，这一块有一点点淡，我就选择在这里再补一点点。哪里浅补哪里，范围不要再扩大了。过渡做好。像这样，我的腮红就在正中间，是一个最深的地方，看得见吗？最后照灯30秒。然后你想要你的腮红夹更不灵不灵的话，这个是云锦粉哦，挑选这种细一点的，不要太大片，轻轻的点缀在我们的甲面上，不要太多，一丢丢。然后甲面中间可以稍微密集一点，跟腮红一样，然后靠近边缘的地方就少一点点。就是刚刚照完灯之后，甲面上会有一点点的浮胶，我们就利用这个浮胶去贴我们的云锦粉，看得见吗？然后用我们的刷子轻轻的压平，我们的笔刷是用酒精洗干净了，上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胶的状态下去操作的啊。然后像这个样子，看得到吗？然后我们的云锦粉用笔刷按压平整了之后，它其实是不会起翘的。因为它很薄，就这么薄薄的一点点，我们把它按压平整了，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做什么呢？封层了。好，然后因为我整甲面建构已经刚刚用延长胶做的特别好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完款式之后的后建构，那么我们直接用钢化封层进行一层封层就可以了。涂抹瓶装胶的钢化封层的话，我们是先离后缘靠近皮肤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大概是1毫米。不要碰到皮肤的进行大面积的涂抹，指尖没关系啊，指尖是不是没有靠近皮肤，对不对？然后接着用我们的小笔啊去涂后缘，和左右两侧靠近皮肤的地方，甲沟的位置，用小笔去涂的。另外一边也是的。因为瓶装胶相对来说偏水润一点，所以我们的取胶量一开始不要取太多，相对薄涂在甲面上就可以了。好，后缘左右两侧的甲沟都涂抹到位了之后，我们再少量的一点点的瓶装胶叠加在后缘处，轻推一下，不要碰到皮肤，然后笔刷躺平。均匀的带到指尖，这个时候也可以倒置一下，让它什么呢？留平，是刷痕留平。这个倒置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要做高点啊什么的这些要求，就是倒置一下，让它相对留平滑一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刚用刷子带过了之后，刷子会有刷痕嘛，所以我们让它自己留平一下。到这个15秒左右留平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照灯了。封层建议大家照灯2个60秒啊。封层照干之后，我们的矫正延长就完成了。我们先从侧边看一下，我们的整个指尖就已经被调整下来了，然后侧线非常的漂亮。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重点是什么？我们的海绵首先第一个不要太大个，看得见吗？不要太大个。然后要用到彩绘胶，这个颜色是我自己用2个彩绘胶的颜色调出来的。重点想要你的腮红自然的话，一定是2层的范围，第一层浅一点，面积范围铺大一点，然后第2层的面积范围是要比刚刚第1层的要差不多要小一整圈的感觉，有深有浅。用彩绘胶这种细腻一点的海绵，然后去拍它就很方便，特别是用这个塑形甲，这是我最近找到了最容易最快速做腮红甲的方法。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喽，有任何不懂的大家视频底下给我留言哦，拜拜。